来吧，说我们今天的主题，说说我对中国政局的基本判断啊。那几大摇棍人家说什么我也不管啊。这今天到我这儿，咱们不评论人家别人说什么啊。首先呢，咱们冲在墙内的，包括在海外的关心中国政局的这些朋友们呢，我说我所看到的东西啊。我看到有一个知名的一个媒体人，他做了一个澄清。前一阵儿不是一直盛传中共中央在5月14号在北京开了一个什么政治局扩大会啊？是习近平是半退啊，还是全退啊？当时是不得了啊，说胡锦涛啊等元老大批的老干部都出席了啊，这个什么政治局会议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也都出席了，连胡锦涛有一个讲话，张又侠也有一个讲话啊，是全退还是半退，还该不该退啊？怎么样啊？这是四中全会的准备会议，在这会上也定了啊，说四中全会在8月底召开，必须跟墙内的朋友大家都关注有没有这个5月14号的所谓的扩大会议呢？结果呢，有记者呢，人家是把这事儿给查了一下。这实际上动手指，谣言很容易就被戳穿。你不是政治局扩大会吗？老同志咱们找不着，人家平时都神隐都干嘛？这不知道。咱们说说那政治局委员们干嘛？这都是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嘛。结果呢，这位媒体朋友查了一下，啊，5月14号不是说开会吗？结果5月14号下午，陈吉宁率领上海市领导班子视察市委党校，有图有画面。重庆日报报道了5月14号下午袁家军在重庆和来访的民政部长会谈的消息，有图有画面。新疆日报报道了5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利用一整天时间，逐一听取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汇报。然后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这都是内定他们给安排的总书记啊，这都不得了啊，或者总理。5月12号到5月14号在湖北考察，有图有真相。也就是说，在所谓的这个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看到这么多封疆大吏，包括丁薛祥，人家都挺忙的，人都在外地都忙着呢，根本就没有什么跑北京开会，人家一整天都在听取国营企业的一些汇报。所以说呢，这些，而且你再看那些什么讲话什么的，那粗鄙不堪，那小作文写的也水平不是特别高了。所以说在这儿呢，有朋友是把这些事儿呢还给做了一些核查啊。那下边就是我的了，咱们说说习近平。那习近平还是跟大家汇报，我最近每次他露面，你别看我在节目里不爱说他，但是每次他出来露面，我都会仔细的观察。我观察什么？我观察他的身体健康。令我泄气的是呢，特别是今年3、4月份以后，这家伙这身体就是2会以后吧，我发现他的身体比去年和前年不但是没有越来越糟，我看他情况还有所好转，他有点越活越精神的意思。你就看他到那个莫斯科，从那个飞机上一路走下来，包括和普京俩人在那克里姆林宫那大厅里边，普京从那边来，习近平从这边来，俩人在中间接头。你就他走路，原来他那个是左腿，好像是有点问题，现在我看他左腿的问题也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我看他有点越活越精神了，所以说身体健康的问题啊，让我很遗憾了，很失望啊。这个是一个结论了。那下边就说说很多朋友关注的，那他有没有失去权力呢？有没有被架空、被夺权呢？这一点咱们讨论一下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说到习近平是不是失去了权力？如果失去了的话，那谁获得了权力呢？他施给谁了？这一点在政治层面是一定会有显著性的标志的。谁是新的权力的获得者呢？
你比如说三中全会之后，大家都知道把华国锋给架空了，那谁是权力的获得者？就邓小平嘛，那谁都知道嘛。所以说这个呢，到现在你是看官媒，你是看各种迹象啊，听床来那个咱们不算啊，他们那个生态那个地儿爱干嘛干嘛去。然后就关键是在任何的台面上，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迹象，谁是新的权力的获得者没有。这是一啊。第二，如果习近平被夺权，按照道理一定会有关键的人事变动，就像当年的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的人马全面上位，华国锋的队伍是一个一个被边缘被调整，等最后开会换他的时候，大势已定。所以说那时候的人员变动谁都看出来了啊，那时候就知道华国锋已经完了。包括后来的胡锦涛，后来他失去了对党政军控制权，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他的亲信大管家令计划，这是他大内总管啊，由原来的重要的中办主任，就现在蔡奇那个差事，跑到统战部当部长去了。那一看当时的胡锦涛也完了。同理，如果哪天现在看他蔡奇哪天上什么统战部了，又上什么边缘的哪个文化部了，去干嘛的时候，完啊，也就知道习近平差不多了。所以说，你看当年的华国锋和胡锦涛都有类似这样明显的迹象。你像现在看有吗？我看不到有任何这方面的痕迹啊，我现在找不到。那你说原来习家军啊，这7个小矮人也罢，包括那24个政治局委员，现在那都是习近平挑的人马嘛。有的人现在被调整，或者是由团派死灰复燃。原来残存的什么胡春华、陆浩这帮人有反攻倒算的意思吗？我看不出有任何这方面的痕迹来。这是第二啊。第三就是政策调整。如果习近平失去了权力的话，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现在的方向是把中国往死路上带，肯定是完了。那有没有一个快速的政策调整？比如说把现在的以国家安全为中心恢复到以前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这样的重大政策调整有吗？我没有看出来。因为说到这种政策的转向，这不是瞎编什么内部讲话，这个不是内饰操作。这么庞大的一个党机器，这么复杂的一个国家机器，涉及到上亿人，想把这个大船给调过头来，一定要在官媒上制造舆论。就像邓小平南巡啊，是有内部讲话，但是当时在两会上停，全部讨论南巡讲话，然后在社会上就传遍了，然后官媒也开始这个造势，整个这个大船从江泽民他们一开始的宏观调控，立刻就转向了改革开放，不来真的就下台啊！最后这大船，你想当时的那个舆论环境，最早胡耀邦他们一开始想准备调整的时候，搞了个真理大讨论，你必须要提前造势，要不然的话，这党和政府的庞大的机器是调不过头来的。可是从目前看，整个从党内到党外，鸦雀无声，死气沉沉，哪儿都是这二杆子习近平啊，都是他那伟大形象，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说，到底有没有失去权力？我刚才从这几个方面你要观察，咱们也不能完全凭感觉，你得有理有据。我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迹象，这是一啊。第二呢，那你怎么解释现在军队的问题呢？这个消失了，那个消失了，有很多都是习近平自己提拔的人，但大家可能忘了，他干掉了这个他提拔的人，他用上一个新的也是他提拔的人，他自己在洗自己的人。说到现在军队反腐规模这么大这么凌厉，我认为恰恰是习近平大权在握，仍然定于一尊的一个标志。为什么拼命的洗军队？因为这中共的党魂就是军队，军队是他的第一资产，是他的第一。你比如原来我们说有刀把子、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什么的，军队是这里边那几个都
不在同一个量级上，军队是最重要的，因为军队高度敏感，有它的特殊性、关键性，这里边有绝对的忠诚度，要不然习近平命就没了。所以说，一遍一遍的洗军队，保持军队高度的忠诚度，用更忠于他的人替代以前三心二意腐败了的那些人。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更是他大权在握的一个体现。大家一定注意，在中共这个体系里啊，军队不是国家的，是党的，准确说就是这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私人禁卫军。从一开始毛那就别说了，从邓下来我就当军委主席，他说换谁就换谁，最后到江啊死不交权，最后一直厚着脸皮当这军委主席，谁拿他也没辙。胡锦涛你也拿他没办法，到现在的习近平是一样的，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个是绝对的啊。说到这两天呢，有朋友在进行一些6·4的讨论，就提前开始了。我看有人呢提出了一个假设，说那天晚上赵紫阳去了啊，就应该坐在广场上和学生们拼死一搏，我就不回去了啊！我们都老了，你们是未来的希望。说完这番话，咱们就直接旁边小帐篷，因为当时绝食呢嘛，我就一坐，我就不走了。我看你怎么着，搞不好有朋友想象弄不好跟叶利钦一样啊，军队啊也可能派兵来了，那算了吧。一看总书记在这儿呢，也不能动手啊，也可能把局面就翻转过来了啊。有人呢就说赵紫阳不争气啊，当时怎么没拼那一下？我认为这还是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也是对当时苏联的情况不太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是那样。可当时的苏联，也准确说是当时的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地方化选举，叶利钦已经是俄罗斯总统了，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地方化了。赵紫阳那时候哪有这事儿啊？一个没有兵权的总书记，就算他有良知有人望啊，就想凭着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啊那帮军头那帮非富即贵的整个的保守派阶层，自己就坐在广场上，你这不是做梦一样吗？这种可能性是负的，连零都不算，是负的。就算是赵紫阳当时在广场上啊，王丹正在睡觉呢，把王丹喊醒了，一块儿咱们振臂高呼，跟他拼了。大兵那20多万已经把北京给包围了，你那时候说那有什么用？所以说这个呢，你没有军队。所以说，当时的赵紫阳也是啊，这种想象是没有道理的啊。所以说，任何讨论中国问题，必须正视一个冷酷的现实，在中共的体制下，军权就是一切。这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政敌、镇压老百姓，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他绝对打得下手去。而且他那帮军队都是经过那种封闭式的洗脑教育出来的，那帮。他对老百姓真开枪，对，真开枪。要下手那几天，我们就看着那帮大兵啊，在那儿封闭念《人民日报》啊，就念那个什么426什么社论什么的啊，都是暴徒啊，天天怎么着的，就那么洗。那帮人真开枪，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有解释一切的权利，这就是中国的真相啊。所以说到什么胡锦涛、温家宝。他连他们家门口那保安他都指挥不了，因为那保安都是国安部派去的。就算是张又侠，我可以负责任的讲，你别看他第1军委副主席，他连一个排的兵他都调动不了。你就像温家宝汶川地震啊，下去啊，那大兵就不听。最后温家宝当着电视镜头啊，看着你可是吃人民的饭长大的，现在你们看着你们听不听？为什么不听啊？你国务院总理，你管得着我吗？你别说一个排，你一个兵都管不了。中共的体制就是那样，等那边电话来了，哎，这帮人开始跳伞下去，那是另外的事儿啊。所以说，必须等那边那军头说话才行了。所以说，中国呢，你认为现在军队，习近平没有管军队吗？他依然大权在握。那下边就说说我对中国政局的几个基本判断。首先，时间节点是在2027年之前，
大概的日子就是2027年11月份、10月份、11月份吧，也就是在21大之前，我认为大致是这么几个状态。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首先，第一，习近平继续牢固地掌控党政军经4大最高权力，继续推进他的统治的策略，一人治天下，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基本认知。在2027年的咱们就算说11月份吧，21大之前，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认知啊。第二，在这段时间之前，中共最高层不会出现任何能挑战习近平权力的个人或者是集团。原来还有个什么团派，还有这没有啊？甚至来和他平辈比肩的人都不会有。原来2012年他刚上来的时候，那时候你比如说到李克强，大家还都是同志呢，那你后来都跟他汇报思想、汇报工作了，那你跟他比肩的都没有啊。说到原来你说总书记，那这儿有人大委员长，这儿有总理，这儿有政协，你们4个人应该是比较平的吧？没有，现在连这个都没有，没有这样的个人和集团，没有太子，没有接班人。习近平会继续死死掌控着军队，为什么？他的本钱，习近平在他手里完成了军改，废除了总参总政、总装备部、总后这4大集团之后，他已经无敌了。经过这军队经过不断的清洗，已经彻底变成了他的私家军，变成了习家军了。那不，这已经不是党军了，是他的私人军队了。现在就认他。中国军队决定中国政局，掌控了军队就掌控着中国。这一点啊，你别看他下一步还会清洗一些军头，但我认为啊，还是他洗完了以后，他再授那个奖状给新的军头啊，我认为他不会改变的。那说到第3点，2027，习近平会不会蝉联21大？甚至意味着这个人会不会一直干到死？我对这件事的判断，这里边的核心重点就是有没有能够完成台湾统一。如果没有这个，那在2027年的11月份，你继续连任，你就缺乏起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凭什么？你有什么本事啊？凭什么你还接着往下干啊？所以说，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都认为2027年是台湾最危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和他的21大是捆绑在一起的。如果想继续往下干，所以说这场台湾战争大概是大概率事件。你看习近平现在整党反腐，特别是整军，一遍一遍的整军，当然是为了集权。整军的整个的目的就是为了这场台湾战争，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啊。为什么？之前讲了，一个是21大，那是地利，还有天时。因为现在前有川普，后有普京，这是习近平和中共攻打台湾的最后的时间窗口了。川普这4年一过，或者是普京哪天被人干掉死了，他就全完了。这就是习近平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机会一旦错过，永不再来。换下一个，不管是共和党总统还是民主党总统，对台湾的态度会更加的明确。就像之前你像拜登老绵羊一样，4个 yes，4个场合说我要保卫台湾。就到川普这儿啊，这还能谈，他还能做交易啊。这里边呢，你比如说乌克兰问题啊，各方面他还来回的躲闪摇摆，他还有这样的特征，任何一个其他美国总统都不会有这样的表现。所以说啊，包括有普京给他铺垫的大后方，这是习近平最后的机会了。时间窗口，21大的考验啊，包括他现在完全没有对手的。现在这个所谓他的人和啊，那党内哪儿都没对手啊，所以说天时地利人和，21大
2027年11月份之前，我认为这些事儿啊，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判断。那2027年以后的中国政局呢，咱们也可以做一点遥远的展望。如果有这场台湾战争的话，那就俩结果：如果打输了，那完了，习近平就没有什么21大了。除非他不要命了，那非要硬干，那你当了21大，那最后老百姓也反了，你最后就彻底完蛋了。所以说呢，打输了就万事休提了。如果打赢了，那完了，习近平声望如日中天，绝对干到死。如果有这场战争的话，那如果没有这场台湾战争的话，现在都2025年中了，现在也看不到接班人啊。那习近平硬连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到那时候，你又没有开疆展土，你又没有拿下台湾，党内党外你是没有办法服人的。加上到2027年的时候，民生进一步的凋敝，中国将进入勃列日涅夫晚期时代，混吃等死，垃圾时间，就陷入到那么一种状态。就算今年的4中全会啊，一般正常是10月份开嘛，他们非说8月份开，我也不知道他们哪儿听来的。就算是今年的4中全会安排一个接班人的话，不好意思再往下连了，已经连仨了，再来个4连，那有点不好意思了，也可能那时候也不敢打台湾。那安排一个接班人的话，到2027也会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弱主，作为一个台面上的符号人物，就跟这个当时江泽民遥控胡锦涛是一个同样的状态。江泽民大权在握啊，剩下什么徐才厚、郭伯雄那帮都是江派人马，继续掌控朝局，最后胡锦涛啥也干不了。最后温家宝跟受气的小媳妇儿似的，一天到晚到处补窟窿，不也就是个这吗？所以说你用了什么陈吉宁也罢，或者是丁薛祥也罢，习近平在后边又上演江湖当时的那个状态。中共的军政大权还是由习近平在后台操控，复辟当时的邓江后期的时代，中国仍然走不出这个死循环。所以说这就是我对目前的这么一个判断啊。说到中共本朝的路径，我一直坚持认为，因为后来呢，我对苏联最后的那个晚期那一段的历史，我花了功夫写了很多的东西，做了很多的节目，我是仔细的学习过的研究说不上了，学习过。我最后的结论，我认为中共会亦步亦趋的复制，不管是他苏爹还是他俄爹的道路。现在中国处在勃列日涅夫的那么一个状态，当年在勃列日涅夫之后，苏共上层出现了高层的混乱，当时连换了3个头嘛，接着死就在各大派系，最后出了一个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彻底的真正的加速地，导致地方势力崛起，整个苏共巨人轰然倒地。然后就进入到下一个政治强人，尽管实现了民主但老百姓那个素质就那玩意儿。最后呢，中国也会出现一个像郭文贵、像川普这么一个人最后呢，又出现下一个强人政治，就跟现在俄罗斯的普京是一样的。因为你民众没到那个程度这漫长之极。我们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中国进入到像台湾现在这样正常的民主社会的。所以说呢，这就是我对未来路径的这么一个说法。当然呢，上面这些只是我对中国政局的一个基本推理判断。但是有大师说过，历史是由一个一个的意外组成的。那万一哪天习近平心肌梗塞了呢？万一哪天脑溢血了呢？那谁知道万一哪天走到哪儿有英雄好汉取他的项上人头呢？那不知道。所以说呢，如果正常的话，那确实是很令人遗憾中国呢要熬这几年，特别是现在所谓的90后、95后、00后这帮孩子，可怜了。昨天我和太太我们俩看了一个纪录片，叫《毕业失业》，里边呢介绍了一些他们抓了一些小典型看着那些纪录片，我是深有所感。说就这茬孩子，确实是太可惜、太可怜了。那你说怎么办？
那看在天下苍生面前，如果老天爷哪天开恩，就把他给办了，那就大家都解脱了。当然后边你说就好了吗？还是怎么样？谁也不知道。那至少能从现在的这个死亡螺旋里边，从这个黑洞里边走出来，多少还能看见点希望。所以说呢，这就是非说这事儿的话，这就是我对中国政局大致的一个判断这个必须诚实的跟大家讲。当然，我说这个肯定没流量我不像人家那一说，哗，好几十万的流量，我上哪儿弄那流量去？但是我做不了那个我能说的只是我能看到、我能推理的这些内容了。